你嘴巴怎么那么甜？嘿嘿嘿，你不就喜欢我甜吗？嗯。我叫阿特，是一名刑警。这是我见过最惨烈的尸体。我们抵达现场时，发现尸体已经被烧得只剩下一半，但仍可以从死者的面貌辨别出这是一位年轻女子。由于死者的皮肤受到大面积烧伤，尸体在泥土的积压下已经开始腐烂。通过 DNA 对比，我们很快确定了死者身份，正是庄园主人李芳芳的女儿王珊珊。师傅，我们在死者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些东西。走，去看看。师傅，这个房间好像已经很久没人住了。从现场情况来看，死者的门锁完好，屋里没有任何打斗痕迹和血迹，但是地面上有拖行痕迹。凶手很有可能潜入室内，将死者弄晕后再带到别处杀害，再将他埋尸后院。联系到死者的父亲了吗？已经在联系了，但是电话还没有接通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这样。我原本以为女儿只是去了同学家，都怪我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女儿。那你知道你女儿案发前去了哪里吗？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死者的母亲有什么瞒着我们？家属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，等他先平复。去问问庄园里的其他人还知道些什么。是，师傅。警官，我只是一个短期工，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只知道小姐和先生都经常不回家，小姐每次回来都是和夫人吵架，感觉他们关系很一般。究竟是什么样的父母，女儿消失1周都没有察觉？阿特，死者的父亲王阳联系到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们是骗子吧？我女儿怎么可能会死？尸检需要您和您爱人签字，辛苦您跟我去一趟警局吧。1周前是我的生日，珊珊原本每年都会来给我过生日，可是这一次她没有来。我想可能是我把她管得太严了。我生日前几天知道她在谈恋爱，可我觉得大学生还是应该以学业为主，就跟她大吵了一架。女儿听了之后很生气，觉得我在干涉她的生活。就是那天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了。哎，警官，她在撒谎。她生日前几天，珊珊还拉着我去给她买生日礼物呢。多少钱？10万。我没有撒谎，我们吵架后真的就没有再联系了。您女儿经常会给您的爱人送这么贵重的钻戒吗？哎，其实我和她结婚已经20年了。前2年她嫌我太专注工作，忽略了她，就跟我分居了。分居之后，玫瑰庄园给她住，我不怎么来。但是为了上学方便，珊珊跟我住，偶尔来玫瑰庄园这边跟她一起住几天。珊珊一直跟我说，不希望看到我们分开，总是想着办法撮合我们。哎，最近啊，她更着急了，我怕她情绪太激动，这才同意跟她一起去买这颗钻戒的。哇，师傅，天下居然有这样的父母！女儿好几天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他们居然都没发现。别多嘴，你去查查死者生前的行踪，还有那枚钻戒。是，师傅。阿特，你看看这个，他的死亡时间大概是1周前，生前还遭受过侵犯，身上有多处淤青和擦伤，多处粉碎性骨折，生前激烈挣扎过，尤其是颈部这边有掐痕。我推测他极有可能是被凶手侵犯后掐死的。凶手为什么要焚尸？又为什么要把尸体埋在玫瑰花底下？第一案发现场究竟在哪儿？师
师傅，根据目前的证据，基本可以判定死者是被凶手劫财图色，死者可能是被什么有心人盯上了。哎，你急什么？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，这极有可能是一起熟人作案。一般人不会有庄园房间的钥匙，更不可能轻易的进入死者的房间，将死者带走。啊，熟人？那会是谁啊？他也不能摆脱嫌疑。阿特，阿纯不见了。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。我没有杀人，真的，我是被夫人开除才离开的。当初我面试的也是庄园里的短工，但是因为我会打理玫瑰花，干的时间自然就长了一些。但是庄园里的人每隔几个月都会定期更换的，不信的话，您可以去问夫人，我真的没有说谎。你还知道些什么？都可以说出来。阿特警官，其实我有一次不小心看到先生在威胁夫人。你他妈别想甩了我！你要敢甩掉我，我就杀了你女儿。你说的先生是他吗？不是他。